谁都不能得偿所愿，只能相互折磨。谁说不能？本尊要的是混沌之力，其他一律可有可无。你的观心法印，告诉你结果了吗？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若被观者提前知晓，生出防备，是无法观心的。那不正好吗？不如我们亲身体验一下，观身观心。正合我意。我真受伤，没想到堂堂魔尊还能被人重伤至此。荣渊的酷刑罢了，收起你那悲天悯人的眼神。本尊不是谢雪晨，更不需要你的安慰。可胳膊上的伤口，并非荣渊所致，不是吗？那是当初阿朱去军营帮你包扎的伤口。那道伤口是本尊特意留下的，就是为了提醒自己，不要忘了过去的恨。是吗？受了委屈不报复的，是谢雪晨，是昭明，但绝不是本尊。本尊就是要让世间所有人陪本尊一起永坠炼狱。你的观心计划已经完不成了，还不快滚！否则，本尊并不介意把那2个人的心挖来给你观。是，马上滚！谁说观心必须要用法印？你身上的伤疤已经自己开口了。今晚便是月圆之夜，这暗域未免也太过风平浪静了。不急，石子已入深潭，自会搅动起波澜。燕童，你杀了他！我是真想杀了他，只可惜，该死的另有其人。尊上说的该死之人，不会是我吧？那你还真是错怪我了，因为这封印是您亲自给自己捆上的。我与魔尊还有用，你若杀我，他定不会放过你。放心，你对我更有用。我只不过是将这黑木印打入你的体内，不会让你死。黑木印，告诉你也无妨。若能引魔尊使用魔功催动黑木印，到月圆之夜，便是魔尊的力量最颓丧之时，天命之力便可重铸荣渊封印，再次镇压魔尊。你想以我的身体为界，在魔尊将功法流转于我体内之时，
木印。不错，不过你很快就会忘记的。你以为这区区黑木印就能困住本尊？尊上何必用这种胜敌800、自损1000的做法？你越使用魔功，这封印就会越强。本尊杀人只凭心，不计后果。那荣渊就该是你的归宿。神君助我！天命神君想让我背叛魔尊，怕是要让您失望了。你既来了，便已生了背叛之心。我们暗族本就因心魔而生，这算不了什么。暗域之主这个位置，你是不想，还是不能？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助暗域易主。在暗域中，想做新任魔尊的，想必不在少数。为何选我？战影鲁莽，欲迎寡断，你正合适。英雄所见略同啊。不过，敢问神君，你所图的是什么？让一切恢复原本的样子。天命神君还真是一如既往，爱和宵小联手。快解开我的功法禁制！你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的。魔尊本就有罪，自该重回封印，镇于荣渊。若非当年你应了诸神请愿，强行给昭明改命，又怎会有今日的魔尊？我看真正有罪的是你们这些颠倒黑白，让他入魔的人。万事万物皆有因果，若非昭明执意是神，又何来众神请愿？那若我今日执意要保他，你又当如何？还不快将黑木印打入魔尊心口，完成封印的最后一步。那就让尊上尝尝这诛心之痛吧。穆雪林，为什么这黑木印不但没有封印他，还代替他去了荣渊之下？一个死人，不配知道。他并未将印筒的真气游转于全身，而是避开了关键的心口，所以他能反过来控制黑木印，使黑木印代替他，被镇于荣渊。正好。天命书本体不过如此。若我死后，神菩萨歹人所获，有着玉阙禁制，能阻其作恶行凶，可笑。
9日之力可解禁制，落巫山。废话连篇，倒不如全部毁了。计划失败了。魔尊的实力，智计还是不容小觑。那接下来该如何？只要他能信任穆玄灵，后续的计划依旧可继续进行。既然计划无碍，你为何脸色如此差？耐心有限罢了。玄灵树只在暗域开花，在人界，只有吹雪楼的院中存活着一棵。曾经有人跟我说，玄灵树能在人界长大，我也一定能在人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可惜，不能开花的玄灵树，终究不是真正的玄灵树。刚睡醒就开始回忆往事，你有力气讲，本尊可没兴趣听。好啊，那就说些你想听的吧。经过这么多天，这么多事，我想明白了。与你作对不会有好下场，我愿意与你合作，给你全部的混沌之力。你是想让本尊放了高秋明和傅兰生？还有燕童，他如今灵力大损，对你已是无用。不过，在让渡混沌之力之前，我要去取2样东西：长生莲和君天剑，为谢雪晨建一关冢，提醒自己，故人已逝，从此斩断与人界的一切，也斩断自己的妄念。你若不放心，大可与我一道。好啊，你就答应了？你有什么目的，本尊并不在乎。本尊只在乎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但是有一点，你需要记住：别再背叛本尊，否则我真的会杀了你。魔尊怎么会突然放我们回去？许是念着与你们的旧情吧。我就送你们到这里了。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我是来投诚魔尊的，走什么走？你可是关了魔尊的本性。斯人已逝，魔尊就是魔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跟我们说，若我们现在全力一搏的话，是可以带你一起走的。你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呀？快走吧！要是魔尊改变主意，大家都得死在这里。穆玄灵，以穆姑娘的性格，她应该是有自己的打算。我们先走吧，别误了她的计划。穆玄灵只是送走了他们3个，期间没有什么可疑的举动，也没有说什么可疑的话。尊上可是觉得有不妥之处？
需要我们跟着他们去仙盟吗？不必，你们就守在这儿，待本尊离开后，若是再有仙盟之人闯入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尊上，穆玄灵这个人，我以前常跟他打交道，诡计多端呢。您为什么要答应跟他一起离开呢？本尊自有计划。落巫山有我必须拿到的东西，至于君天剑，原就是本尊的佩剑。现如今君天不听话，那就亲自去取回。退下。是。走吧，去琼居岛。你不是要亲自盯着我吗？本尊的事何时用你来安排？那魔尊大人现在是要去哪儿啊？琼居岛。七凤灵凶险，你要不还是把禁制给我解开吧？已经解了。什么时候啊？刚刚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本尊做事需要你知道。你也太专横了。现在才看出来。林中有瘴气精魅，能治此之患。我们最好还是走近些。轻魅而已，遇见杀了便是。精魅惑人，可跟武力强弱无关。执念越重，越危险。执念，本尊可不会被那种东西所困。灵儿，等等。灵儿，你先走。如今魔尊身处七凤灵瘴气之中，魔气被抑制，我才得以暂时与他分离。你等我，我先杀了他。若是我能重回躯体，便来找你；若是我失败了，你就回仙盟，换众人来抗。林中精魅，真是精彩啊！不愧是混沌神女。走吧。你也是假的。魔尊不会承认我是混沌神女，在他心中，我不是阿朱。穆玄灵，穆玄灵，昭明，你在唤谁？阿朱。七凤林的危险，从不在于法力高低，而在于心。阿朱是他万年的执念，我以阿朱为引，布下幻境困阵，此局他必入不可。执念越深，便越会深陷其中，哪怕他是魔尊。魔尊如果走不出七凤灵会怎样？沉浸梦中，永远困在幻境之内，消失于真实世间。若他彻底消失于世间，昊天那边又如何交代？那便不交代。他到底去哪儿了？看样子，他恐怕是陷入幻境。他不能死在这里，只能试试用混沌之力寻找他。不在林中，那他会在哪儿呢？若我舍下神器之身，你放下雄霸之志，我们不管世间发生什么，只守着这方天地，我们便可相伴万年。
这万年来，我上天界入荣渊，自勃勃野性而起，却以朝朝恨意为重。此刻才发现，这万年前的回忆，尽如骨血，深嵌我心。昭明，这次不要将我独留于长明殿了，好吗？我欠你万年的解释，而你欠我一场完整的婚仪。今夜便是我们的吉时，将一切遗憾弥补。从此，世间再无魔尊与混沌珠，唯有昭明与阿朱。唯有昭明和阿朱。当时你出征前，曾送过我同样的糖果。你被镇于荣渊万年，每当我思念成疾，我就会吃一颗，但那味道却总是酸涩无比。直到现在，这糖的滋味终于是甜的了。那时我吃尽了糖果，却没有等到你回来，于是便去军营找你。好在万年后，终于让我再次寻到了你，昭明。签下这婚书，你我将永结连理，再无分离。难道你不想与我长相厮守吗？我多希望说服自己你就是阿朱，但你终究不是他。为什么？阿朱当时并未吃尽糖果，而是将最后一颗留到了军营。更何况，阿朱不会在婚书中设下杀机。魔尊竟然破除了幻境，这反噬之力如此强劲，你可还好？无妨，无论发生任何，我皆有计划应对。此程漫漫，终会走向我想要的结局。喂，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？你看清楚，我不是精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方才那个是假的，而你是真的？你遇到阿朱了？那你是怎么出来的？你杀了他？他和之前的你一样，以为凭一些小手段就能拿捏住本尊，甚至想杀了我，不自量力。那你可误会我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拿捏你，更没有想过要杀你。所谓感化与杀死有什么区别？你想要救的，从来都不是本尊，你所期待的也不是本尊。该说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，是你不信。为了找你，我在这么危险的丛林中从天亮找到天黑。你倒好，一出来就掐我脖子，还出言警告。有时候我真是在想，我这是何必呢？本尊也想知道你这是何必呢？我现在不想与你辩了，天都已经黑了，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先休息啊？
你明知林中有精魅惑心，却还是被贾阿朱带入幻境，是因为你这万年来一直被镇压于熔渊之下，日日夜夜受尽折磨，无一人可见，无一人可诉，全靠着对阿周的执念，苦苦支撑度过。别自作聪明，猜中或猜不中，对你都没好处。我还懒得猜呢。本尊倒是很好奇，你的幻境里是什么？谢雪晨和你。你花了多久时间走出幻境的？不到半刻吧。论心狠，还是你最狠。你最后不也杀了贾阿朱，破幻境而出？论心狠，我们彼此吧。并非我心狠，而是曾与谢雪晨来过此地，已遇到过精魅，知道眼前不过虚妄。你有他的记忆，但你终究也不是他。尊上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穆玄灵诡计多端，尊上不会着了他的道吧？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任何诡计都是雕虫小技。赤影就是个例子，叛变不成，反倒丢了性命，再无复生的可能。以前赤影在的时候吧，老是阴阴沉沉的，成天就嘲讽我没脑子，还总想跟我一较高下，我特别不爽他。但他现在死了，我还挺想他。曾经的三影，如影随形，同出同进。如今就剩下我们俩了，自然是有些不习惯的。咱们暗族没有血没有肉，要是彻底死去的话，会去哪儿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又没有真正的死去过。那如果永远都无法真正的死去，那我们又怎么算活过呢？听着像歪理，但好似又有点道理。你来仙盟又想做什么？恭喜二位，出了时空混沌之地。恭喜，害我们进去的也是你。万年前便有你们的姻缘，你们注定会进去。有了万年前，才有万年后啊！我知道你是天命，但天命就能高高在上，就能信手玩弄别人的人生吗？玩弄？我知道你以除魔之名坐镇雍雪城，但我告诉你，你若是伤害穆玄灵和仙盟半分，就算你神力再强，我也会不惜一切代价跟你对抗的。不惜一切？若这代价远超你的想象呢？你想干什么？如今你也要与我为敌？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如今，你已不是当初的南虚远，我也不是以前的傅兰生。或许在你眼里，众生皆弱，但你也不要小瞧一个弱者的殊死一搏，这同样会超出你的想象。高师妹，
二位师姐，师妹，看到你平安回来，我们都很高兴。之前在蒸汽厅都没来得及好好跟你说说话。二位师姐候在这冰天雪地里，应该不是为了等我叙旧吧？我们的确是有要事要与你商议。灵族一战也过了许久，净化宫一直无主，我们想封你为先任公主，不知你可愿意？我资历尚浅，不能担此重任。原先是我们对师妹有所误会，经过净化宫一战，师妹的品行和才干我们都看在眼里。我们既信你，你又何必妄自菲薄？二位师姐不必再说了，我的能力我自己最清楚。谢过二位师姐。峰哥哥哥姐姐，阿宝，阿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看，长肉了。我摸摸小肚子，我没长胖，一定长胖了，肚子上都有肉了。其实吧，我也没想带他来，是他偏要跟着我的。姐姐带阿宝去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走了，走了。我本不欲和你再多言，但这些日子里，我去到了一个地方，见到了一些人，经历了许多事，在那里，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救人族之心。我愿意相信，当初你想救灵族之心，和有的人想救人族之心是一样的。我能理解，但我不认同。救世之道，多少人舍生取义，有些人的守护是牺牲自己，而朽仙阁所谓的守护，却是牺牲无辜。道非正道，果为恶果。错了便是错了，若我是你，也肯定无法原谅。但若有弥补的机会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定万死不辞。弥补就不必了。我答应过爹娘，不会活在仇恨里，所以不会有你死我活，但也绝不可能有兄友弟恭。你我之间互为异性，便是最好的结局。傅苍离早就死了，这世上只有江离。上一次长生莲成熟，被谢雪晨摘取，如今长出新莲，又将需100年的时间。等到100年过去以后，不知又会是怎样的光景。哼，你倒是很睹物思人。若我以混沌之力不全，又在昨日损耗过甚为由，让他帮我去灵水中取莲，不知他是否会答应？我100年难得的长生莲，你就这么随意的砍了？再怎么难得，也只不过是朵花罢了，砍了便砍了。哎，你等等，听闻这长生池中有珍贵的灵鱼，若能吃下，对修为大有裨益。来都来了，
不如我们一起抓一些吧。你这是被谁给骗了？这池水是灵气所化，并不是真的水，哪儿来的灵鱼？有，真的有，在那儿，看到了吗？我那边游过去了，你看嘛，你看嘛，在那边，我那边游过去了，你快看，我那边有了，非常大一条，你看到没有？你想玩到什么时候啊？雾气太浓，一时不察。我手链呢？我手链掉进去了，掉到长生池里。你帮我去。多谢魔尊大人。可以走了吗？软的不行，只能来硬的。虽胜算渺茫，但只能靠武力了。是凤香尊者，真是天助我也。竟敢摘取长生莲！机会来了，挨一下就挨一下吧。哎，我们既已拿到长生莲，就快走吧。不必在此跟他缠斗啊！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魔气，暗影魔修怎会出现在人界？难道万仙阵已破？尊者，我们并无恶意。你看这长生莲并未长成熟。就算吃了也得不到长生，只是我的故人曾用这莲心子救我，所以我想留下此物，为他兼一关种。为了衣冠冢摘取长生莲，你们好大的排场！乾光，你怎会在此地？凤香，我一直都在。乾光和凤香的困境乃神力所造，你是怎么做到让他们见面的？本尊连神族都图得，又岂会被区区轮镜之力所致？可轮镜说过，代价是天命收取的，不可改变。
不可改变。本尊是破天命而出的人，天命的规则，能奈我何？就算你能打破轮镜的诅咒，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难道你是为了帮钱光和凤香弥补遗憾？哎呀，我们魔尊大人为了帮人，可真是用心良苦啊！用心良苦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啊，钱光君。但似乎这次你认错人了。似袭人，不是袭人。本尊与他并无任何相似之处。是否与之前的那位故人一同前来？若还遭遇同样的困境，是否还愿意拼死救他？你们所谓的感情真是太可笑了。钱光君倒是不必如此着急论证本尊与他之间的关系。你除魔卫道这么多年，应当很清楚魔与正道之迥异。所求有意，但本心无意。你此番前来，有什么事找我？凤香被一日轮回困住了6000年，这虚假可笑的长生，反复无尽的折磨，你想助他解脱却不得。但若是本尊可以帮你呢？你有办法？上古之时，天生10日，被设下9日，而这落巫山，便是9日的葬身之处。这天地间的力量不会凭空而生。轮镜所设的一日轮回，便是依靠9日循环运转之力而成。本尊可以以血月取走这9日之力，一日轮回顷刻消散。只不过，我与凤香在此煎熬6000年，深知所求与代价的对等。你直说便是。以凤香当年的伤势，若是没有一日轮回，她活不过几年。她靠一日轮回偷得了6000年的时光，若一日轮回消解，她也会一并消亡，以偿还规则的损失。你既然来找我，必有破解之法。告诉我，如何破解？解法倒是不难，一命偿命罢了。是否以我之名替他偿还，他就能活？钱光君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别把本尊想得太好，本尊的用心向来不纯。那这不纯之中，就没有一点恻隐？并没有。你说没有就没有吧。哎，你等等我！原来我所求的长生，不过只有1日。是我不好，都怪我的犹豫怯懦，才酿成了不可挽回的遗憾。没有说出口的，又何止你一人？既然有缘无分，错过就让他错过吧。为什么你还要卷入到这场诅咒之中？因为我不接受，我想强求，
看看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。这就是你想看到的结果。我被困于一日，而你只能在我沉睡的时候脱身片刻，在这里数过6000年的花开花落。凤香，你可能不记得了，我们也曾有过3万多个相爱相守的白日。在我找到你后的第1个100年，我们其实日日相见。你怎会在此？凤香，我是特意来寻你的。你伤势如何？不劳乾光君费心。长生莲成熟还需要时间，我陪你等。你怎知我在等长生莲？自你走后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脚步，自然知道你心中所求。你心所求，有修行，亦有我，对不对？你不想答，那就由我来答。乾光此生，心有大道苍生，亦有尊者凤香，此心不渝。可你之前说过，你已有钟情之人。但那人为何不能是你呢？从始至终都是你，凤香，你能原谅我的怯懦和愚笨吗？愿意和我重新开始吗？这些话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说？长生于你，我选你。凤香，我是特意来寻你的，你伤势如何？不劳乾光君费心，我还有事。乾光君回仙盟吧。多亏了你，暗族已被封印，人界从此无恙。你一个人在此，不无聊吗？不无聊。是我无聊，需要尊者相伴。我可没这个时间。无妨，本尊有这个时间。每日醒来，你都不再记得；每日醒来，我们都重新相爱。凤香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，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？你为何如此娴熟？你是不是另外有了道侣？哪有什么道侣？我的心里
只有你。哪来另外的道理？不过是这3万多个白日，我都重复着同样的告白与纠缠，熟而生巧罢了。6000年，200多万个日日夜夜，只有你一人知道，只有你一人记得。其实痛苦的不是我，是你。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。其实，我在很早之前就心悦于你。我想在我还记得的时候，告诉你我的心意。在那3万多个白日，我有说过这些吗？那就好。其实我们6000年的错过，也是我的错。是我的骄傲，不允许我在你面前表露半分。你的骄傲没有错。凤香尊者精彩绝艳，俯仰天地，你这一生就该是骄傲的了。那今晚的血月，今天的相见是怎么回事？解你一日轮回，代价是什么？神魂陨灭。今晚将是我留存于世的最后一晚。若是用你的命来换，我不愿。从我们能相见的那一刻起，已成定局。是刚刚那个人，我去救他。是我所求。起初我是因为怕无法永远陪伴你，我才向轮镜许愿。可这6000年，我终于明白，长生久世并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，永远相守也不是情爱唯一的证明。你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什么吗？不见众生相，如何破法相？不兴眼前事，何以归长生？凤翔，你不应该困在这里，你应该去大千世界，看一看人间的烟火。可是你会死。你我是同盟，是战友，是伴侣，无论哪重身份，除了羁绊之外，还有一个词，叫成全。凤翔，原谅我，这次我先走。可我不想让你感受失去的苦。我会抹去你的记忆。你醒来之后，你会忘记我，忘记这6000年的执念。答应我，忘记我之后，要做一个欢乐无虞的凤翔，好吗？若是我不允呢？那我便再强求一次。凤翔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自然有办法。每次与你斗，我都斗不过。凤翔，再睡一觉，
就好了。等我睡醒之后，我就彻彻底底的把你忘了。到时候，我去看我的众生，见我的烟火，你可别后悔。好。历经过山长水阔人谈笑自若，只因情像我，只因你如昨，芳华灼灼。你这人倒有点意思。凤香，乾光心中早有钟情之人。苍野满阁秉烛观月色，眼睛上盘白玉凝成玉说，你桃花面转过，如暖风挽尽了阡陌，青丝朵朵，千山经过，往昔默默。历经过山长水阔人谈笑自若，只因情像我，只因你如昨，芳华灼灼。感谢二位帮我完成夙愿。感谢？感谢什么？我的结束，便是凤香的新生，自然要感谢。各取所需罢了。为将凤香的记忆抹除，待她醒来之后，不会再记得我。戚凤灵凶险，今夜凤香虚弱，我还想请二位再帮我一忙，帮我照看好她，拜托。你和你们的爱，都不会再被他记得，也就不存在了。你真的甘心吗？爱没有不存在，她欢喜无忧的每一日，都是我爱的归宿。走吧，那我便随你去见见这众生相，行行眼前事。尊者在灵居岛过得如何？有劳宗主关心，一切都好。凤翔尊者，偷换了阵图，请如此来。时间飞逝，1000年也不过一瞬。珍惜值得的，不要等。凝望那一个
们怎么还在这儿？尊者，认识我们？莫非你们当我老糊涂了不成？昨日你们来这无水之地寻长生莲，还与我打了一架，这就忘了？他也有了昨日的概念，可见已打破了一日轮回的诅咒。那是舒适营。你这人还真小气，不过也没什么不好承认的。你的修为在我之上，是我输了。这长生莲，你们想拿便拿去吧。长生莲100年才开花，尊者若想要，还得再等100年。在这儿等100年，就为了一朵长生莲，无趣，实在无趣。尊者来这无水之地，不是为了找长生莲寻长生吗？寻长生？我只是好奇这地方是否真的有长生莲，不是为了寻长生。况且小姑娘，你真的觉得长生就是一件幸事吗？尊者可是要去寻乾光君？乾光君是谁？我为何要去寻他？人人都知，乾光君是仙盟第1任盟主。仙盟都是一帮除魔卫道的刻板家伙，我才不愿与他们为伍呢。甚是同意。那尊者现在要去往何处啊？还没想好。不过这天下之大，总归有些热闹有趣的地方。我劝你们也别留在这清冷之地，浪费光阴。大梦初醒，已1000年，曾经无法忘记，亦不可相见之人，终究是放下了。你真的相信他忘记了？忘没忘记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只要他能放下，我信不信不重要。你呢？你放下了吗？我有什么放不放下的？既然长生莲已经拿到了，故事也看完了，速速去雍雪城。乾光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手能。你我修为相当，若我不愿，你抹不去我的记忆。带着记忆虽然痛苦，但我依旧不想忘记你。你所希望的事，我会努力达成。见众生，见烟火，我会如你所愿，洒脱而无忧，骄傲而坦然。南庄主，麻烦你将此物转交给凤瑶姑娘，一份薄礼，感谢她这几日对我的照料。尊者身体可以恢复如初？体内的魔气虽然被驱除，但执念根生，仍有心魔。有心魔者未必为恶，无心魔者未必不生恶。很多事都是一念之间。天命也有所知吗？尊者可要关我的心？我被心魔所扰，若能站在千万年的更高处，是否可以看破一二？时间也并非看破与否的关键。知易行难，
若能拿起，能放下，便也不去强求。告辞。你当真打算一直避之不见？宣信观察入微，不再相见，对彼此都好。他应该已有所察觉。到底是血脉之亲，连喜好都颇为相似。不必团圆，各自安好便好。这么晚了，你来干嘛呀？你哭了？我没有，只是今天晚风有点凉，眼睛有点干吧。今夜我夜观天象，发现天象异动，这双星忽明忽暗，对我很是不利。于是呢，我就这么掐指一算，哎，我发现啊，要给心爱之人送上心爱之物，才可以化解，爱人欢喜，方能照我。想要我照你呢，也得看这个礼物合不合我心意，我喜不喜欢。那是自然。看来我这铸造法器的天赋还是挺强的嘛，我就稍稍这么一研究，就把浮世之剑给完美重铸了，怎么样？浮世之剑与一般的剑不同，它的剑身和所有的矿石都相斥，因此未有重铸之法。想必你花了很多的心思吧，傅兰生，谢谢你。你我之间何必言谢呢？我还想看你一人一剑，都是人族之巅呢。那都是我少不经事的狂妄之言罢了。经历种种，我早已看清自己的平凡。我徒有9窍，修炼10数载，仍是金丹期。师父将毕生修为传给我，我才堪堪度过元婴。这一路走来，想要做的事很多，做成的却很少。这浮世之剑本是历代镜花宫公主的象征。那日在暗域，我却连它都未能守住。浮世剑断，终究是我自己无能吧。所以，你拒绝了你的师姐们让你继任镜花宫公主的提议。秋米，你一点都不平凡，你愿意舍身去救那些曾经嘲讽过你的师姐们，你也无畏于能力强你那么多的何宪我。屡次面临险境，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，并且你还经常说出那些让我觉得很震撼的话。人性嘛，总是趋利避害的。但是你每次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每次我看到这些，我就会想，我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一点，再勇敢一点？今日
你怎么净捡些好听的话说？不是好听的话，是真心话。秋明，在很多你未曾注意的时刻，是你照亮了我，我也相信，一定能照亮更多的人。你要是不相信你自己，你可以相信我。不仅我相信，很多人都相信你。在所有的弟子当中，也就只有你，从未刻意去参悟，却毅然做到了无执。无执则无心魔。玄心啊，你的道心已经超过师傅了。不是的，师父，我也有执念，我也有心魔。执念、心魔，一念成神，一念成魔，难道就没有办法令这世上再无心魔吗？弟子惭愧。身为邪魔盟主，难道就无法除魔正道吗？贪嗔痴，身不舍念，道心不稳。该放下时便放下。未得道，可无执；留不住，又如何能无执？无执如何？有执又如何？何必执着于执念？分世无穷尽，人生如朝露。若论本来，皆属无有；若论本来，皆属无有。无执如何？有执又如何？何必执着于执念？分世无穷尽，人生如朝露。若论本来，皆属无有。玄心，师父相信你，你会做到的。心生，则种种执生；心灭，则种种魔生。有执又如何？有执也可无心魔。你为何在雍雪城布下杀阵？明日魔尊会来，请君入瓮。你不相信穆玄灵能完成计划？我不相信一切。风瑶，你可知何为画中世界，又何为画外世界呢？画中世界是你所创，而这画外世界是我们真实存在的地方。那你又怎知你此时身在画中，还是置身画外？平心，就不用分那么清了，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。平心。
若是一切都能平心，便也就好了。何必着急取剑呢？既然都到了故地，不如好好感受一下。你又想玩什么？只是请君入瓮罢了。你又一次与他联手，想方设法对付本尊。并非如此。我带你到琼居岛和温雪崖，过程虽有欺瞒，但从未想过要伤害你，只是想要净化你，助你重归正途。重归正途，正也好，邪也罢，皆是本尊，何来净化？你不过就是和那群愚昧的众生一样，想要一个心怀天下、不顾己念的正道之光罢了。这玄冰古怪，不错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魔尊没有净化的可能，彻底的净化之法，就是要将其诛杀。可我在天命书中看到了净化之法。你从未真正的进入过天命书，你进入的是我创造的幻象。你能看到的，便都是我想要你看到的。你处心积虑，步步为营，以净化魔尊为用，却引我践行诛杀之法。不错，无水之地敌魔身，其实是用灵水碾魔魂；问血玄冰锁魔骨，其实是以千年玄冰斩魔魄。而现在只剩最后一步，就是用这混沌之力，将魔尊彻底诛杀。这混沌之力是我给你的，我自然也能将其封印。就算你封印了混沌之力，又如何？我早在城中布下了杀阵，玄信突破了法相，升级了炎咒。他率仙盟于外部镇守。魔尊，你逃不出这永血城。你为何非要置他于死地？因为昊天降世，必定毁天灭地，而魔尊与昊天息息相关。昊天创造世界，又怎会要灭世？这并非三言两语可说得清楚的事。你只需记得，若不诛魔尊，昊天降临，必定诛灭世间。难道你想亲眼看着谢雪晨拼死守护的世间被彻底毁掉吗？魔尊的恶念是被天命书强加的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依旧善念未泯，不该就被这样诛杀。若错失这次机会，你便再也无法杀我。你可想好了？这一路走来，我早已看清你并非性恶之人。就算昊天降临，我也相信人定胜天。正如昭明和谢雪晨的所作所为，也都是在与天斗争。我本姓恶，但你回答的还不错。
时机到了。天命，吾令你促魔尊成为至强者，你目前行事究竟是助还是阻？中乘之法为推力，上乘之法为阻力。以魔尊之心性，阻力越大，便会越快成为世间至强。万年前，你为混沌珠引渡情劫天法，便注定会被情劫逐渐吞噬神魄。轮回为人之时，生生世世不得爱。如今你已恢复神器之身，便要继续遭受噬魂之痛，直至消亡。除昊天外，情劫天法无人可应，亦无人可解。你若想继续存在，只能忠于昊天，莫有异心。加快行事，吾必须降临世间。还有多少时间？生，有生的时间；死，有死的时间。只是看求生，还是求死罢了。你看破生死，知晓一切。玄心是我弟弟一事，你早就知道了吧？不早，亦不晚。凡事的发生，皆有其契机。当年的卦象，只能看到结局，但天命术可以洞悉一切。当年弟弟垂危，你为我卜卦，到我与弟弟今生清缘已尽，而后即使我求得灵药，却未能从邪修手中救下他，眼睁睁看着他被邪修夺走，本以为那便是结局，谁料弟弟未死，被玄天门所救。不过，你的卦象的确窥见了真正的结局。我与他已无再续清缘的可能。血缘之亲，如此割舍，你可想好了？我与他的道早已不同。他是心怀天下的正道盟主，为了守护众人，不惜自毁功法，眼里容不下一丝污垢。而我，在黑白地带游走，已然满身尘埃。若我与他相认，他该如何面对？我又该如何自处？唉，你们可真像，都为了心中所执，有那一腔的孤勇。此番来雍雪城，无论所图何事，答应我，别伤他。黑木印给你了，请别再将阿宝卷进来。魔尊不除，祸患难料。这世间又有谁能置身事外呢？
我也不知他意欲何为，但是魔功在我体内游走时，我感受到了一股很强的玉阙气息，这便是证据。我相信，师兄一定还在魔尊体内，并未消融。假以时日，一定能唤醒他。魔尊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如今和他硬碰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，用法印关他的心，救出高秋明他们。